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一个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啊，会限制到他。总会有人告诉他，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啊，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她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她很喜欢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
就是因为我一直给她正反馈，每一次都夸她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她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她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她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做饭不要切到手，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宇。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戴宇。谢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大家集中注意力，好吧？我爷爷他离婚以后，带着他的小孩，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后来是我爸妈。别担心，合法的，领了证。对，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非常现实主义题材。这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我是直到上初中，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那我同学告诉我说，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我说啊，你们家好乱啊。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grandpa、uncle、cousin 的时候，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只有我，既亲切又有点忐忑。我心想，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因为是这样。首先，你想，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直接就没了。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他俩才是一伙的，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猫给耗子戳上澡了，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很和谐。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确实很方便。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工作人员就问了，女方户口本呢？我妈说往后翻。因为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回娘家，没听说过。也幸亏他们感情好，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那也太尴尬了吧。我妈真得管我爸叫前夫哥。就是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会很蠢。我怎么跟他说？我没有你这个爸爸，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正月就去剪头，确实好处非常多。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根本说不完。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他说：“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真的好省事。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这家庭关系太好，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家族微信群的名字，我都有点想笑。我说就凭你们，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在我家都不存在。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亲妈最好是婆婆。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对吧？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谢谢大家，我是戴伟。嗨，大家好，我是戴伟。哇，又录到深夜了啊！你们困吗？一看就经常熬夜。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我懂你们。嘉宾熬夜有通告费，选手熬夜为了比赛，那只有你们熬夜，那是真热爱啊！我自己就经常熬夜，因为又要当演员，又要经营俱乐部，这特别忙。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灰姑娘》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嘿，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你这放到现实，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然后改行送外卖。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会玩到3、4点。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但是不开心；熬夜很开心，但是不健康，很矛盾。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我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每天熬到3、4点，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有时候2点困了，我都劝自己，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再坚持一下，床头柜刻一个碗字。累，但是舍不得睡，即使很困，也坚持醒着休息。每天都休息得很累，休息得我好想休息。打个游戏，想着赢一把就睡。凌晨4点玩吃鸡，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也太激烈了，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还没吃上鸡，鸡都开始打鸣了。看个电视剧吧，这一集不够精彩，不过瘾，得再看1集。这一集很精彩，等不了了，更得再看1集。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长安荔枝》，终于上床了。短视频又来找我了。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3次，我才会睡。我都不是睡过去的，我是晕过去的。刷到美伊谈判，特朗普不同意，但是我点头了。就是狠不下心睡觉，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开始明天的痛苦。我很清楚，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想想都焦虑，很影响熬夜的体验。后来想通了，不焦虑了。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
明天还要好多活，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明天早上8点飞机，管他呢，又不是我赶。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老人嘛，就是觉少。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没有尽头。还买什么走步机？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没有 gap year， 只能 gap 1夜。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我现在把我分成左我、今我和明我。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说人呐、还是要靠后天努力。谢谢大家，我是戴维。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啦。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啊，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克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啊。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他美卓奥，它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他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啊？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
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啊，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啊，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那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深圳三角洲喜剧的戴维。Hello， 嗨。实不相瞒啊，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谢谢啊。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不是一个靠谱的爸爸。我现在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要哄她睡觉，然后为了让她尽快入睡呢，就所有灯要关掉，我也不能玩手机，我就在黑暗当中跟她2个人并排躺在床上。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谁会先睡着？所以一般都是我女儿帮我盖好被子，来亲一下我的额头，出去客厅倒一杯红酒，抱着我老婆啊，终于把她哄睡啦。然后他睡觉之前还要给他讲故事。那现在其实你给小孩子讲的也都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经典故事，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整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就比如说田螺姑娘这个故事，我小时候看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单身汉的身上，那就是在看历史上最早的爽文，那个标题都应该是极品神仙老婆给我当保姆。但我现在看，我会把自己带入到田螺姑娘她爸的身上，整个故事一下子变得很恐怖了啊！今日说法，我得一边给我女儿讲，一边给她普法。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了，带回了家。宝宝，这是绑架啊！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藏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而且那个壳是田螺姑娘她的婚前房产，是她爸妈2个老田螺，辛辛苦苦一辈子给她攒了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你以后一定要签好婚前协议哦。就现在看很多老故事都很有问题啊。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制造容貌焦虑，灰姑娘假装上流社会混圈子，想阶层跃迁，都不太对。但有的故事还是可以的啊，就据我自己观察呢，那个结局越悲惨的故事，他讲的道理就越正确。我现在最喜欢的故事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为了王子啊，放弃嗓音，放弃故乡大海，想跟王子在一起，但是王子娶了别人，他就变成泡沫消失掉了。多好的故事！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我也不确定我这样算不算是个好爸爸。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对我女儿做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就还是要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她得识好歹。前段时间她过生日，我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她一边吃一边嫌弃，怎么不是艾莎公主蛋糕？奶油也不好吃，然后把那个蛋糕扒烂了，只把里面芒果挑出来吃掉，搞得一片狼藉。就但凡她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我都会没关系，命给你。但现在他是不遗余力挑战我容忍的极限，我正想一个芒果塞他嘴里了，我就心想，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啊？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完全是因为我啊，你妈、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6个人轮流给你喂饭、带你看病、给你吃药，
你所做的就只有扒窗户、玩煤气炉、书柜攀岩、吃地上捡到的所有东西、坐车的时候拉车门都把手指插到插座里面。你有为自己活下去经过一丁点努力吗？你没有，你每天作死。你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都是我求着你做。你能长大1岁，全部功劳都是我们6个人的。你不配吃这个蛋糕，你应该看着我们6个人吃这个蛋糕。我自己在那里越想越生气，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别人头摁到蛋糕里面去了。祝你生日快乐啊！快给我长大好吗？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很危险啊！家里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我的想象，好吗？啊，谢谢大家，我是戴维。大家好，我是戴维啊，我是一个稍微会注意一点穿搭的直男。对，只是稍微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竞争最不激烈的一条赛道。就但凡你努力那么一点点，你就可以超过大部分人。在我老家广东佛山。只要我出门不穿拖鞋，我爸就问我是不是要去喝喜酒。男生确实很懒得去买衣服啊，就是现在商家为了推销男装，他们已经疯了。你想想看，我们全中国最有名、最成功的一句男装广告语，居然是1年逛2次某兰之家。它最大的卖点都不是好看，是你可以少来。你就感觉这个广告打得太卑微了，就可能他们销售总监跟 CEO 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顾客来2次。我 CEO 听了不敢相信，不是吧？这会不会有点太激进了？1年居然买2次衣服，哪有这种败家爷们？就因为男生被人夸衣品好，好像就是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确实，如果有观众评价我说虽然这个戴维一点都不好笑，但是他把衬衫的一边塞到裤子里，这个小细节，哇，真的太时尚了。这么夸我也不会开心。而且这种穿法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啊？上厕所结束得太匆忙。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不注意穿搭，是因为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是懒得弄，我要是弄了，那还得了？那这种人一旦打扮起来非常浮夸，穿个 polo 衫会把衣领竖起来那种，我真的太讨厌别人把衣领竖起来了，太嚣张了，以为自己很帅气，其实性缩力拉满。因为小猫小狗刚刚做完绝育也是这个样子的。赶紧弄下来。我还很看不惯有的男生，他们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搭配都会穿那种很夸张的篮球鞋。我见过有新郎结婚的时候西装配篮球鞋，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时准备弹跳了？你是要自己亲手去抢那个手捧花是吗？那真是盖了帽了。就是男生在穿搭上的消费，很多时候就集中在球鞋或者手表、手串这种东西上面，很奇怪，只打扮视之末端，那头跟躯干直接放弃。这就相当于你家装修只装飘窗。你让客人怎么说啊？虽然你这个3室1厅是个毛坯，但你这个欧式古典宫廷巴洛克风格的飘窗还挺有氛围感的。我是怀疑大部分男生他们是有一个内部的这种共同策略的，就大家一起约好不搞穿搭，谁敢打扮就嘲笑他。哎呦，兄弟，你好香哦！必须大家一起丑。就逼着女生没有办法以貌取人，择偶的时候只能去看一些别的东西。那只要他有上进心，那也挺好的。不得不说，兄弟们这个策略真的太成功了。你看现在大家对男生外形的要求真的好低，一般就说干净清爽就好，这是对一包湿纸巾的要求。
我们这个策略成功到都已经违反自然规律了啊！你知道，在大自然，绝大部分雄性动物都必须要靠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来吸引雌性的，不会有一只母狮子喜欢一只公狮子，是说啊，我就是喜欢它情绪稳定，想谈，没有，全部都是看外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雀嘛，就即使在如此残酷、随时会死、弱肉强食的大自然啊，雌孔雀择偶的第一标准还是好看，而公孔雀就把男性衣品好的这个重要性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只要开屏开得好，就可以找到老婆。他们求偶就特别简单，都不用展示生存能力，只要展示 OOTD， 就在那里屁股一翘。嫁给我。好，谢谢大家，我是戴尔。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前两天我又发了一条，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佳佳您回复，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确实比赛比不明白，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说实话，我今年过年，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双开门牙。我就发现，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增加了很多幽默感，变得十分滑稽。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更像是个父亲。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到老嘴巴漏风了，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别人抽烟都是散客，他就属于卡座。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我爸，你骗谁呢？你在干嘛呀？你在做数据。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他也没吃啥好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他不仅自己吃，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对吧？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别给狗也整出病来。我爸说：“哎，别乱讲，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吃出来的。而且人的病，狗怎么会得呢？”今年2月，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给我气坏了。我爸，你得选一个吧，要么是你喂出来的，要么是你遗传的。哎，你考虑到遗传，很绝望，我以后肯定也会得。过几年别人问我爸，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我爸说，我和犬子。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现在没有糖尿病，
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但我没有糖尿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这玩意儿你别说，真神奇，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我有点害怕体检，我很久没去体检了。我上次去体检，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但就导致这个问题在于，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他们就劝我去体检。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这么大年纪了，跟我玩反弹。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怎么办？家里挂面谁吃啊？狗都不能吃啊。但我说这么多啊，我不是在指责我爸，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我一直很佩服我爸。我今年28岁了，我爸28岁那年，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A.K.A. 胖子本人。他开局很艰难，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我爷爷是不答应的。我爷爷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两个人就天天吵架，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咬紧牙关没有答应。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挖了个坑，跟他说：“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也有人在劝我爷爷，但我爷爷不语，只是一味的挖地。这不是一般的挖地，这是道德的挖地。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最后他赢了。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当年的栽培。”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他结了婚，有了2个小孩，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不如我爸，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打击，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家人们，这个世界谁懂啊？恶毒的爸，不停地挖，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但我爸什么都没做，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可能是因为我爸淋过土吧。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体检报告出来之后，确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哇，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子要先带了。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我爸爸一向沉默，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照顾好身体啊，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那一刻，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是爸爸的微轰。大家好，我是龙小爸。大家好，我是杨蒙。谢谢，真的谢谢你们，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
工作。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杨温结婚，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就不是我人缘不好，就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啊，你知道现在这2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核心大使，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我就骑马入场，我觉得特别帅。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